那为什么正手没有拧？对嘛？所以你看所以我说左右侧旋，我以为结果我会搞错。那在我们台湾国手界，谁的短下旋发得很好？哦，他的短下旋很对，他的短下旋确实不错。在电视上，像云如他们会突然本来站在这边准备要拧，他会突然这样站到这边来，对，然后再拧，原因是什么？嗨，大家好，我杰夫。我们今天来到台中乒乓片，很久没有来拍我们的教学系列了。今天要拍的企划是新反手拧，喜欢的朋友就帮我们订阅分享。我们立马开始，走。每次练完球，拍面都会脏脏的，该怎么处理呢？市售清洁剂太大瓶，携带不易，使用时泡沫忽大忽小，总是不顺畅。为了让球皮延长使用寿命，我与研发团队耗费近1年的时间研发，全新推出首款球皮清洁剂，经数百次的粘性皮、色性皮的清洁测试，按压、擦拭即可完成，泡沫稳定不黏腻，手掌一摸立即恢复止滑感。2瓶一组，300ml 补充瓶可重复填充，搭配30ml 的随身瓶，让你出门练球好期待。经测试，300ml 可使用超过1200次，用量超级省，100% 台湾制造，环保无毒，可回收，让你在球场上稳定输出，完美备战。快去下方点击购买链接，或在博尔桌球用品专卖店、高雄超人乒乓、骑兵桌球皆有贩售哦。我们拍这种反手拧这种教学呢，请来的教练呢，千万不能马虎。我们今天欢迎我们的彭王伟国手。最近还好吗？生意还好？最近爆满。这样子我们还需要宣传吗？今天反手拧这个企划，为什么请到彭王伟国手呢？应该是说，在我年轻的时候，并没有反手拧这个技术，因为那时候的球比较小颗，比较硬，短下旋根本拧不起来。我们以前短球就是切啦、摆啦、挑啦，不会有反手拧这个动作，因为反手拧这个动作主要是否台内。台外叫反手拉球，对，台内叫反手拧，对不对？那后来球一路变大之后，大家就开始研发一些新的技术。球变大表示什么？第一，球速变慢了；第二，转度下降了。以前我们年轻，我那时候在跟庄智渊打球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没有反手拧的。我们今天大概介绍几个部分：第一个基本动作，第二个使用时机。再来应用方式。那我们先从基本动作开始。那首先我们基本动作的话，是以手肘去做支点，会有一个甩动的动作，主要是前臂带动手腕。我们的手腕基本上是最后那一个击球瞬间才会发力，最后的最关键的部分是在你的手指头的部分。手指头的部分要发力，对，要发力，感觉是在捏球拍的感觉，就是夹紧的感觉。对，夹紧。我们稍微再做一次，好不好？这样，基本动作是手肘当这一个支点，然后呢带动你的手腕。完整动作是往前，先有一个往前的动作，然后提弧线，然后往前转。板头的力量要往前转出去，打在球的最高点。弹起来的最高点。对，弹起来的最高点。那我这边帮观众提问一下，为什么你在拧球的时候，这个拍面都要往下盖在这边这个位置？主要是说，如果你拍面如果亮的话，你没办法去摩擦球。拍头一定会先对着你的肚脐的位置，拍头往前带动，击球的正后方往前带动出去。因为它是短球嘛，所以一样会踏你的握拍的那只脚进到桌内嘛，是有点同手同脚的感觉，就是重心一样送到前面去。然后是同手同脚把重心往前送，主要是用哪边发力呢？整只手的话，你的前臂的部分，这个位置的部分会发力的最多。然后呢，其实手腕跟你的手指头是最后那个出球击到球当下往前发力，捏住球，捏紧，对，那个瞬间而已。我这边提醒观众朋友一下哈，就是我通常在分享这个发力的部分的时候，手腕是用在最瞬间的时候，越上面甚至到身体就是力量的部分。
那你需要摩擦，你就需要瞬间，需要瞬间就是由最瞬间的地方去做这个瞬间摩擦。对，因为你要瞬间够快，球才能瞬间停在你的皮上面，才能用你的皮去控制那颗球，甚至去牵制对方的旋转。这样讲有错吗？对 ，OK， 非常好，谢谢。通常的话，我们比赛会挑2个旋转去做拧球。对，那第一个的话，最保险的就是纯不转的球。严格说起来，短的又不转的，也就是对方的假动作了，对不对？假装是转的，但其实不转，才会有又短又不转的球，对不对我？们会直接起来，一样找球的最高点，那我们就直接往前，拍头的感觉是往前压，对，往前压。就不会有一个要过网感，对不对？对。因为你通常往上就是要有一个弧线过网的，把它带高的感觉。是。好，再来，你左右侧旋都可以拧，对不对？是没错。那有没有哪一个比较好拧，哪个比较不好拧？通常也是这样子弯，这样子弯，然后我这个回去，因为它弯到你的手给你。等一下，这边是右侧了。我以为只有我会搞错，因为每个人那边左侧旋、右侧旋，到底是你的左侧旋还是我的左侧旋？这个我永远搞不清楚哦，所以我都会说这样子弯，这样子弯，因为到底是我这样看过去的左侧还是右侧，还是对方看过来的左侧还是右侧是反过来的嘛，对不对？所以那他是这样子弯给你反手，还是这样子弯给你反手比较好接？其实是这样子弯过来。哦，对嘛，对因为他是往那边喷，我正好往这边拧嘛。为什么会有反手拧这件事情？主要是因为针对发球抢攻吗？还是在打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有反手拧的动作？通常的话，我们是以第一下接发球去做抢攻为主，当然就是说很转的下旋，短的纯下旋，很纯。对。那在我们台湾国手界，谁的短下旋发得很好？之前啊，就是那个黄建都啦。哦，他的短下旋很转。对，他的短下旋确实不错。所以其他大部分8、9成的球都拧得起来吗？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发左右侧旋比较多。OK， 所以纯下旋的其实不太多。对，蛮少，比较少。对，蛮少的。哦，了解。哦，这个又给观众稍微知道一下。所以大部分顶多就是侧下，所以大部分就算有下旋，其实都带了一点侧。会带一点侧旋，因为主要它还是会不小心切到球的左侧面。对。所以大部分的球都可以拧，只是看拧过去漂不漂亮，是这样吗？没错。还有一个是它的旋转度够不够。你说拧过去的旋转度够不够？对，因为不够其实很糗，对不对？是，就是会被对方的旋转转到，对，被对方的旋转吃到。那反而我们这边变得是只能做一个撩起来的一个动作，把球拉起来而已。就比方说他8分转来，结果你正好只有8分转回去的时候，那就会有点尴尬。是，就有点好像抵消他旋转送他回去的。是，没错。对，这一个点大家要特别注意，并不是我很会拧球，我什么球都拧回去哦。那拧回去不见得有杀伤力啊。是，没错。没杀伤力的其实挺糗的哈。对，就是把你转的球变不转的送回去给你啦。对，通常都是这样。对，就会比较糗一点。不是什么球可以拧或不能拧的问题，是有没有带攻击力跟杀伤力的问题。那主要说我们在拧完的下一板衔接球呢，我们通常还是以反手去进攻为主。在电视上，像云如他们会突然本来站在这边准备要拧，我这样有出现吗？他会突然这样站到这边来，然后再拧，原因是什么？通常我们要拧的第一个步骤，我们会先往中间靠，我们的站位会先往中间靠。对，因为拧球的话，你今天不是用正手挥去接发球，桌面你这样子顾得比较全面一点，那你的球点才会比较好看得清楚。所以其实他跑到这边来也不是他愿意的，因为他已经确定要用拧了。对，只是这颗球比较歪，所以他只好跟过来。是没错。主要准备拧球的位置是属于基本在中圈区三分之2，等于是2/3的区块都可以。对。只是不小心来到这边的时候，
你就会变成整个人移到这边拧。是没但错。那这一颗那边下一球怎么办？通常拧完的时候，我们会回中间这个位置去等球。对。那如果球过来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会去动我们的左脚，一起往前发力的感觉。看起来有一种快带的感觉。是没错，因为距离太近了，等于是不能起第二板了。对，对没错没错。因为这一板你已经几乎花了全力要把球拧过带杀伤力了嘛，所以这一颗属于快带了。对，这一颗就是往前快带之后，我们往后退下来，跟人家进相死打摆数了。OK， 了解。那你这边拧完带回正手没有问题，对跑回，对，等于是原地嘛，是原地变换而已嘛。对，但到这一颗的时候就变成快带，对，直接往前快带出去，就变成重心来不及再送下一个重心了，因为有点慢半拍了，对吧？力量上发不出来，比较。所以通常对方如果这颗被你拧回去，他下一板容易打这咯。对，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区块。因为这个区块相对危险，因为你原本就是已经在这了，而且你转回来还偏正手。对，没错。正手位跟偏中间这个位置呢，那我们拧完呢，下一板其实我们会准备比较多是反手位嘛。对，那反手位我们打完，下一颗呢，基本上我们会就是说，如果你要强烈一点去抢攻的话，我们会直接做变线。拧过去的话，我们通常保险一点的话，就是你要进球率高的话，我们还是会拧在反手跟中间那个区域。所以那种算到这边来，然后突然拧那边的，算高级动作了。对，那个算是一个是突然性的变化，带了一点撇了。对，没错。它等于是要拐对方了嘛。是。所以这一颗相对杀伤力也会下降了。对，也会下降。介于拧跟撇中间的，他可能本来原本要拧啊，但是他突然想要变线嘛，所以我就要取舍了。一定要力量上一定要去减弱一点。这一颗基本上我没有办法用重心的，是，我等于是用我的手去硬拐过去。对，没错。在判断他要出力方向的时候，很明显的就是你的重心嘛，对不对？那手在出拍前，你都可以还没去做调整。对啊，对，我出拍才算数嘛。是。那有的时候你突然要拐的时候，你重心本来往这边送，突然要打那边的时候，就属于一个假动作了，因为我的重心假装要送这了。然后突然偏那边，所以我的重心还在这，我就没冲出去了嘛，对不对？太短的球可以拧嘛，因为等于是你手离身体又更远了嘛，对不对？其实我们在拧球的时候，我们会把桌子往中线切一个位置，是对。那基本上你自己如果是球在这个位置的话，我们才会拧，就是中线往后这个位置到这边，这边就是拉球了嘛。对，拉球或者是挂起来，对，就是起板了。那通常只要是在中线以内的，靠近网子的，我们通常就是以摆短为主去控制。基本上你整个人踏进去，我的手是一个微弯，这个微弯比较好发力。当你手伸直的时候，你只剩手腕的时候，杀伤力就没有出来了。像我自己在比赛的时候，我拧球其实不是我主要的进攻方式。拧球属于摩擦大于重击的球嘛？对，没错。因为毕竟是台内，你又要把它摇起来嘛，对不对？除非他不转，他的球是不转的，对不对？那就会带往前直接对。OK， 那所以你通常拧完之后，你反而重点不在你的那一颗想得分，是拧完之后的下一颗衔接部分。那下一颗衔接，如果假设你这边拧完，他下一颗来这，你就过来正手。那如果下一颗一样在反手，你会继续用反手吗？还是会闪身？反手位的话，因为我的打法以正手的攻击为主，所以我通常拧完是在中间这个位置拧完。然后他给我反手位的时候，我才会做侧身这个动作，再闪一个身。对。对，这个风险的话是变成说你要判断到底他是不是会直接往你的反手位给你。对，要以他前面可能你跟他打了前面几局的经验，对的那个球数去判断说他这一颗会不会给你，有一点盗垒的概念。对，是这样的感觉。OK， 这样子才比较有提前得分的机会，因为毕竟你主力在正手。对。
比方说我判断我现在要拧，我已经准备好拧的动作了，就发现这球好像有点转嘞，过来的时候发现有点转，我突然决定不拧了，真的没办法拧了，那球已经快要弹第2跳掉下来，我们通常还是会把球直接往前送场。就是往前切，对，往前切啊，对。摆短的话比较有风险，是因为你容易被旋转去转到。因为这一颗，你刚刚有说这一颗在中线，对不对？对。中线以内的那摆短没问题嘛，你短我也可以短嘛。对。但是因为这颗已经到中线位置的时候，它离过网还有一个距离，你就比较不好抓那个摆短的距离跟对方有一定的转度跟速度了。所以你会建议直接劈长出去，因为通常你劈长出去的话，你可以直接跟对手进到你们两个是打相持的部分。OK， 对，这样会比较上风一点了。送他先拉了。对，让他先起板，那我们这边可以打防守加转换进攻。我这边稍微提一下哈，劈长这件事情呢，对，你是送给对方拉没错，但是所谓的劈长，你只要听到劈长这件事情，对我送给对方拉，但是不是好拉的叫劈长。好拉的叫做我切给你拉，对，没错。主要这个效果是要让球速出来，让对手不要那么好去上手，让他有点挤到是最好，对不对？拧过去通常都是带一点左侧，对不对？带一点左侧，打球的左个侧面，对，这个位置，对，球的左侧不会抹到下方嘛？对不对？通常是侧或侧上，对不对？对。所以这个盖的角度其实没有意义，主要是让你更多空间可以去引拍。对，因为你进来你人会低嘛，你不可能拿球拍拿这样嘛，对不对？所以你先这样，然后到这边进来再转出去，就是这样子。正手的话其实也有，只是这个是非常看旋转。对，什么意思？稍微比较不转的，对不对？对，第一个是不转，那第二个是否侧下旋，侧下旋的其实也是可以拧的，是吗？对。那为什么没有人流行说，林儒的正手拧没有这种？因为通常反手拧的杀伤力还是比较高。对，我要听的就是这个，因为你的手的关系嘛，对不对？因为我的手这个是往里面弯，我没有办法往外面弯，所以这个出去的角度比较大，对不对？你看我的正手，我这边有一个大手臂卡住了，所以我只能这样。但是反手可以弯到里面再弯出来，但是我正手没有办法。你看我正手最多只能到直线嘛，只有这一段。但是反手可以变成一个半圆形，所以相对我的施力空间、伸展空间比较大，比较长，然后我的瞬间就可以比较让力气做集中的动作。对了，我还想要再补充一个，就是说我自己在发球端的时候，发一个半转不转的侧旋球，对，短的一定要记得是短球，对，那就是制造让人家以为是侧下旋，那让对方切短球过来，有一点点冒高，对，有一点小半高球，那我就会上去做一个拧球的这个技术，因为如果你发纯下旋，像是黄建都那种巨转球，它切回来你也不好拧，因为它切回来也会是蛮转的球，因为它的旋转度会变得更强。所以你稍微带一点侧下，或者是带一点侧旋，它如果对方误判切回来有一点冒高，你反而就可以直接做拧球，而且有杀伤力。没错。哇，今天收获满满啊！感谢我们的彭国手。那有没有什么想要提醒我们观众朋友？如果他可能没有预算请专业像你这样的教练，他又想要增进自己反手拧的技术。因为像我那个年代有一路到现在有打球的人，基本上他的反手拧一定是后来才加的，不会是从小就加的。对。那你觉得他可以如何自我提升自己的反手拧的技术？通常刚开始初学呢，那假如说你想要做拧球这项技术的动作的话，我还是建议说你可以拿一颗球摆在你的身体的前面这个位置，是，那等于就是说你的击球点是在这个位置，对。那我们一样是慢慢的去做你的前臂往前，先做这个往前的这个动作，
其实原理有点像在玩飞盘这个运动。OK， 对，拿一个飞盘在射，也算一种训练。是这样子的感觉。对对。那这边要提醒观众朋友的是说，手腕的瞬间爆发，第一你要够快，第二你就是咬球要咬得够精准啊。像我们在咬下旋，就是从这边咬到这边；像我们在切球，从这边切到这边；像我们在侧旋，从这边侧到这边，这边侧旋也是。那拧球一样从头到尾要咬完，球才会质量才会够，对不对？那这个瞬间，你先把质量练起来了，再来就是抓那个击球的时间点，要做训练。就像你刚刚这个球摆在前面，这个去找它，这个前转出去的感觉，这个动作，这个甩的这个动作啊，可能稍微要找一些专业一点的教练，对，哦，然后做一些训练，给你一些方向，再做一些微调，对不对？不然就是你也把相机买一买，然后创个频道来找彭国手拍一集，好吧？那个今天非常非常开心，我们在我们的乒乓配在这个无锡区。那如果你是住台中的朋友，你真的对桌球非常有兴趣，真的非常欢迎你打电话来预约，多请教，多交流。那或许你可以在桌球上找到更多不一样的乐趣。喜欢我的朋友记得帮我们订阅分享，再次感谢我们的彭国手，希望这集你会喜欢，对你有帮助。我们下期见，拜拜。对了，最近 YouTube 有一个热推的功能，不用钱，你按完赞之后，它就会跳一个热推的钮。拜托各位帮我努力把热推按爆，让台湾的乒乓球被更多人看见发现。记得帮我们分享出去，谢谢。比较让力气做集中的动作，加上还有一个点吧。就是这样，教练，这样更多我在讲。